一场只有1天的旋风式访华，却照出中共军权最尴尬的真相。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奉普京之命抵京，本该对口军方高层，结果坐在对面的却是外交部长王毅。董军去哪了？当军委成了2人班时，这场大清洗究竟是在巩固权力，还是已经掏空了整个体系？一切或许正指向2026这个危险的交汇点。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如果你想及时了解中国及全球大事，从瞬息万变的新闻资讯中看透事件本质，一定要订阅大时局。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9点，大时局为您全天更新。2月1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绍伊古突然到访北京，只停留了1天。可坐在他对面接待他的那位，却不是对口的穿军装的将军，也不是国防部长，而是外交老将王毅。这画面总觉得有点不对称，对吧？绍伊古本该是军事安全领域的大咖，他来中国，正常逻辑下应该见国防部长董军或者军委副主席啥的，但是现在却是王毅在接待他。难道外交部已经接管了中央军委和国防部了吗？不光接待人员不匹配，绍伊古此行的目的也让外界满腹狐疑。根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这次会晤是普京委派绍伊古来的，专门进行战略沟通。绍伊古开门见山就说，在普京的指导下，他们要讨论一系列重要、紧迫甚至早该解决的问题。这话似乎是在指责中共，有些事早就该解决了，但是一直到现在都仍然没有解决。他特别提到，2026年一开始就充满变数，不光是中俄双边，还包括全球局势。全球秩序正经历深刻变革，世界各地的局势持续恶化。这话听着像官话，但是仔细品品，他很可能在暗指委内瑞拉、伊朗、古巴这些热点，还有俄乌战争，甚至格陵兰岛。这些地方俄罗斯现在管不过来，中共你得管管，不能像现在这样无所事事，至少给点政治或经济书写。绍伊古还强调，中俄合作基于平等、相互尊重和利益平衡。今年正好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文件还完全适用，得当成两国沟通的基准。为啥特意说这些？时评人张天亮指出，这番话的潜台词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说，俄罗斯正在承受俄乌战争的压力，已经管不了了，而中共在一些关键地区，例如委内瑞拉跟伊朗，中共你得接过来，为这些俄罗斯已经管不过来的地方提供更多实质性支撑，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而不是持续保持观望，甚至低调抽身。另外，俄罗斯可能也非常的担心，由于中共军中的大清洗，可能也没有军力对俄罗斯进行有效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绍伊古此次访华带着明显的紧迫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隐约的施压。然而，正当俄方试图推动更深层次协作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浮出水面：中共军方去哪了？在进一步分析之前，先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和健康相关的重要话题。在当下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很多人因为压力大、饮食不规律而出现血糖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东西——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黑高滋。特别是血糖偏高的朋友更要试试，它能有效地稳定血糖，提升精力，增强免疫力。我有一位才40多岁的朋友，去年就总觉得口渴，也没有力气，半夜还经常醒，一检查是血糖偏高，医生说再不控制就得吃药了。我这位朋友当时挺紧张，后来我推荐他吃 Genex 黑高滋，就3个星期，血糖就降下来了。睡觉也香了，精力也充沛了。现在他的父母也在吃，感觉都很好。黑高滋是由加拿大政府监管生产，并且通过了加拿大 FDA 和卫生部双重认证。临床实验证明，它对稳定血糖、提升精力、
增强免疫力都有明显的效果。里面不含糖分和西药，温和不伤肝肾。想试试的朋友，描述栏有购买链接，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现在回来，就在绍伊古抵达北京前不久，1月27号，中共国防部官网刚刚发布消息，国防部长董军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进行了视频通话，双方高调提及所谓的习普战略引领，这也是董军在长期被传接受调查后罕见的公开露面。但奇怪的是，董军却没有出现在会晤绍伊古的现场上，按理应对口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样缺席。唯一仍在位的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出身纪检系统，既非作战将领，也不掌握军事外交决策权，显然难以承担实质性的对话角色。于是，一场本应发生在军事安全层级的高层会晤，最终却是外交部长王毅临时顶上。回想之前，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访华时指明要见张又侠，可现在，张又侠和刘振立1月24号刚官宣落马，军委只剩习近平和张生民的2人班子了。网上有人说，绍伊古找不到谈话对象了，以前是张又侠对口，现在只能跟老油条王毅聊。那问题就来了，董军去哪儿了？更准确地说，不是人去哪了，而是董军现在还能不能被摆在台面上。事实上，关于董军出事的传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早在他出任国防部长不久，外界就多次传出他正在接受调查的消息，而他本人也长期处于一种若隐若现、极少公开露面的状态。2024年11月27号，英国《金融时报》还引述美国军官披露，中共正在调查董军。要理解董军的处境，绕不开一个人——苗华。在中共军内人事体系中，董军被普遍视为苗华一手提拔的人选。无论是从履历关系，还是从任命逻辑来看，如果没有苗华的推荐，董军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海军系统被推上国防部长这个高度敏感的位置。而苗华的问题，恰恰正是习近平近年来军中清洗的核心之一。随着苗华被处理，整个军内人事体系大震荡。在这种背景下，董军是否还能被完全信任，本身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至少从职位上来看，董军至今既不是中央军委委员，也不是国务委员，这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国防部长中极为罕见。张天亮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认为董军出事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原因并不复杂。习近平已经连续拿下了2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如果再处理第3位国防部长，政治观感实在过于难看。1月24号，张又侠、刘振立2名现役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官宣落马，直接打破了外界对清洗红线的所有假设。这一动作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清晰，清洗已经不再设限，不再考虑级别，更不再考虑外部观感。如果连现役军委副主席都可以被拿下，那么再处理一位国防部长，在逻辑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当然，董军目前或许仍然存在一个现实层面的保护因素。国防部在中共体制中，更多承担的是对外军事外交窗口的角色。如果贸然拿下董军，就必须立刻找到一个能够接手军事外交事务的人选，否则整个军方对外沟通将断裂。也正因为如此，在新的人选尚未准备好之前，董军可能会被暂时冷处理，既不公开露面，也不正式处理，维持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但正在这样的背景下，董军没有出现在绍伊古的会晤现场，这个细节就显得格外值得玩味。视频通话可以安排，面对面会谈却被回避，名义上的国防部长在场，却不被允许出面承担实质性外交角色。这种矛盾状态本身就说明，董军在当前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已经极度尴尬。也正因为如此，绍伊古最终只能面对王毅，而不是中共真正掌握军权的人。而这并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一个更大的信号：中共军权体系正在出现无法对外解释，也难以对内遮掩的断裂。
这安排难道不是军方真空的铁证？俄国媒体还说，这次会晤非常及时，西方试图破坏中俄战略连接。这话听着像在暗讽中共内部的动荡，让俄方有点不放心。你说，这背后是权力巩固到极致，还是元气开始耗尽？绍伊古这趟来不仅仅是聊全球的事儿，更像在测试中共军事承诺的可靠性。这场清洗不仅动摇了中俄关系格局，还暴露了中共政局的深层裂痕。从一尊独大到无将可用，中共军方正经历建政以来罕见的一轮高层连锁清洗，而这场清洗至今没有显示出任何收尾的迹象。从时间线上看，这一轮震荡并非突如其来，而是逐步升级。要理解董军的悬案，我们还得把视角拉得更高一点，来梳理一下这场大清洗的战果。从2023年开始，这场火就越烧越旺。先是火箭军被连锅端，从魏凤和到李尚福，连续2任国防部长同时栽了下去。到了2025年，这股火烧到了习近平的嫡系身上，苗华和卫东这些被视为福建帮东南派的铁杆亲信，竟然也进去了。最让人大跌眼镜的，莫过于1月24号，张又侠和刘振立这2位军委副主席、参谋长，居然在同一天官宣落马。要知道，张又侠可不是一般的将领，他是红二代，是越战老兵，更是习近平在军中多年倚重的压舱石。连他都被拿下了，这说明习近平的清洗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那么，现在的中央军委除了习近平自己，就剩下一个管纪检的张生民了。曾经的6位军委委员，现在只剩下一个抓人的。这哪里还是什么军队指挥中枢？更夸张的是上将的人数。在中共的体制里，上将是军人的顶峰，通常维持在20-30人的规模。可是经过这几轮割韭菜式的清洗，现在全军现役的上将竟然只剩下区4个人：张生民、落马传闻不断的董军，以及新晋升上将的杨志斌和战略支援部队改组后的韩胜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典型的人才断层。如果你是一个中层军官，你现在看着上面的将领像走马灯一样换，今天授衔，明天被抓，后天失踪，你心里会怎么想？你是会想着怎么练兵打仗，还是想着怎么保命呢？这种高强度的清洗，表面上是肃清流毒，确保忠诚，但实际上是在自毁长城。军事指挥是一门专业科学，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和稳定的指挥链条。现在习近平把这条链条彻底扯断了，换上来的不是纪检干部，就是像董军这样缺乏基层威望的门面。现在的中共军队正处于一种极度干枯的状态，元气内耗殆尽，生命力正在枯竭。习近平虽然在名义上掌握了每一杆枪，但当他环顾四周，发现身边全是唯唯诺诺、毫无担当的庸才，甚至连一个跟俄罗斯老大哥坐下来对等谈判的将军都找不出来的时候，这种孤家寡人的权力究竟是巩固了还是塌陷了？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习近平上台14年，他最核心的政治动作就是清洗。他先是拿下了江派、团派，接着开始清洗自己亲手提拔的习家军。到了2026年的今天，他终于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这不是文学上的形容，而是政治现实。现在的中央军委就剩下习近平跟张生民2个人了。张生民是管抓人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共最高的军事决策机构里，现在只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和一个负责监督的人，却没有一个能真正领兵打仗或者提供专业战略建议的人。这种权力的极致集中带来的后果不是稳固，而是极度的脆弱。为什么呢？因为信任链条彻底断了。你想想，连张又侠这种2代世交、曾经形影不离的大哥级别人物都能被送进秦城，这在军内释放了一个多么恐怖的信号，那就是在习近平的身边，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任何一份忠诚
是能换来免死金牌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无将可用的深层原因，并不是中国没有人才，而是习近平已经不敢再授权给任何有能力、有威望的将领。他现在陷入了一种斯大林式的晚年猜忌，看谁都像叛徒，看谁都觉得在背后搞小动作，其结果就是他宁愿让外交部长顶替军方去谈安全协议，也不敢让一个真正的军人掌握实权。这种孤家寡人的困境还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决策的失灵。当一个领导人身边全是唯唯诺诺、只会揣摩上意的家奴，而没有能说真话的专业将领时，他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绍伊古这次来北京，面对的是王毅这种老油条，谈的是地缘政治的宏大叙事，但真正涉及战略协同、军事部署的硬骨头，谁能拍板，谁能执行？现在的中南海，王座上坐着一个掌握所有权力的面孔，但王座之下，权力的基石早已布满了裂痕。一个政权如果到了连自己的防长都信不过，连自己的军委副主席都要成对拿下的地步，这说明这个体制的政治信用已经彻底破产。在权力的巅峰，习近平看到的不再是群臣环绕的盛世，而是一片死寂的荒凉。作为军方2号人物的张又侠被抓事件标志着长达14年的反复政治清洗，不仅未能巩固权力，反而制造出更多的敌人。对张又侠的逐项指控，实际上暴露了枪杆子正试图脱离党的掌控，或者说枪杆子不得不站出来收拾残局。这不仅是军队反腐的延续，更是挽共中国进入死亡螺旋的典型征兆。大家想想张又侠的身份，他不只是军委副主席，他背后代表的是红二代军队世家，是那群视军队为自家江山的最后一批老兵。习近平拿下他，这不叫派系斗争，这叫自残。这标志着习近平与军中最后一块压舱石彻底决裂。当一个体制开始疯狂地攻击自己最核心的组织架构，这不就是免疫系统失调的晚期症状吗？在政治学上，这被称为晚共综合症。它有几个典型的特征。第一，是权力的高度偏执，因为谁都不信，所以只能频繁清洗。但越清洗，敌人越多；越清洗，身边的人越平庸。第二，是制度的失灵。就像我们开篇提到的，国防部成了空架子，军委成了2人班子，政治、军事、安全接口全部断裂。现在的中共就像是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老旧机器，内部零件已经磨损到了极限，润滑油早已干涸。当最高层需要靠不断抓捕现役副主席来维持控制时，这个政权的政治元气就已经耗尽了。我们看看历史上的晚期王朝，往往不是被外部敌人一举击溃的，而是在这种无休止的内部清洗、猜忌中，自己耗尽了最后一丝生命力而瘫痪的。张又侠的倒下，象征着中共那个所谓的集体领导、派系平衡的旧时代彻底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没有接班人、没有人才梯队，只有孤家寡人和无尽猜忌的晚共残局。当元气耗尽，生命枯竭，剩下的就只有崩塌前的寂静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只要中共军队一出事，网友们就会立刻翻出那些古老的预言，像什么推背图、铁板图，这在过去可能被当作茶余饭后的迷信，但在2026年这个节骨眼上，这些文字却显得格外的亲切。尤其是那张著名的铁板图，画面上4只黑鸟飞过去了，唯独第5只白色的鸟撞死在山崖上。民间一直有一种解释，认为这对应的就是中共的5代党魁，而那个白字和雨字凑在一起，恰恰就是一个习字。以前大家听听也就罢了，可你看现在，军队的高层被整肃殆尽，张又侠、刘振立这些老将纷纷落马，甚至连绍伊古来访都找不到一个够分量的将军去接待。这种无人可用、孤家寡人的现状，是不是正如预言中的那种自撞山崖的决绝与孤立？还有，网友翻出了一些关于2026年的说法，说这一年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其实，
我们抛开神秘学不谈，从政治逻辑上看，这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自洽。当一个社会的法治、制度，甚至内部的派系平衡全部失效时，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天意。这种漠视感的流行，本身就是政权气数耗尽的标志。当体制内的官员开始研究预言保命，当体制外的百姓等着看戏的时候，这个政权的统治根基就已经彻底松动了。习近平打破了接班人制度，把中共的命运和他个人高度捆绑。因此，一旦那个白羽鸟的预言真的走到了历史的临界点，整个体制将会随之同步坍塌。2026年不只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大变局之年，更像是这场长达100年的红色实验场走向终点的一年。历史的车轮往往在最安静的时候转向，我们正处在这个巨大的交汇点上，看着那些古老的谶言如何在现实的权斗中一步步兑现成眼前的真相。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